为了争取时间，乌索普和哈库一起在街上四处呼吁国民们帮助索隆等人对抗收缩的鸟笼。国民们虽然不太愿意，但是看在乌索普5星级别悬赏的面子上，还是配合了起来。明哥这一边，前来阻止明哥的那些竞技场的格斗士、海贼，很快就被明哥干掉了。雷贝卡奔上街道，帮助疏散群众，指挥大家向王宫高地的方向逃命。看着无措的国民和为了解救国家而拼命阻挡鸟笼的战士们，雷贝卡也想做点什么。奔跑中，他无意间撞见了在街上进行杀戮的多弗朗明哥以及他的阿姨紫罗兰。雷贝卡想要拔出大宝剑和明哥干一架，紫罗兰厉声将他阻止。现在和明哥约架，那不是白白送命吗？我可不想你白白送死。明哥嘿嘿一笑，那你是来干嘛的，紫罗兰？紫罗兰脱掉外套，拔出一把匕首，认真的说：“找你约架。”明哥被逗笑了，那是你自己找死，我可没强迫你送命。另一边，拼命对抗的弗兰奇一队、巴托一队和索隆一队已经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在推鸟笼了。但是鸟笼收缩的速度完全没有变慢。街道上，藤虎大将晃晃悠悠地走了过来，索隆心头一惊。这时候如果藤虎出手，自己简直是分身乏术，可没有多余的力气去对付藤虎了。藤虎拔刀了，他一刀砍了过来，目标不是索隆，而是面前收缩的鸟笼。藤虎沉声说道：“愿尽一点微薄之力。”城镇上的海军们纷纷涌过来，会霸气的海军拔刀帮助索隆一行人，不会霸气的海军则奔向工厂，帮助弗兰奇和小人族。那些只想着自己逃命的国民，此时也终于明白了，鸟笼不断收缩，光逃命是没用的，逃到哪里也逃不出这个笼子，只有大家齐心协力阻止鸟笼，才有活命的希望。国民们放弃了无谓的四处奔跑，冲向工厂和巴图的屏障，大家一起上前，竭尽全力对抗鸟笼，但是鸟笼依旧在匀速收缩。果然，光靠蛮力还是不行啊！看起来这个鸟笼无法阻止，现在放弃还太早了。巴图大喊一声：“我相信索隆前辈！”大家推呀！众人齐声大吼，拼尽全力。结果奇迹发生了，不断向内收缩的鸟笼终于停止了。众人一愣，刚要齐声欢呼，鸟笼好像和大家开了一个玩笑一样，突然加速继续前进。不知是谁喊了一声：“鸟笼是可以阻止的！”大家用力。没用的白痴们！明哥嘿嘿一笑，将面前的紫罗兰打翻在地。在家规上，明哥向来允许失败，但绝对不允许背叛。不过话说回来，紫罗兰也不能算作是背叛，因为他从头到尾都是被明哥强迫为他效力的。虽然明哥得到了他的人，但根本没有得到他的心。明哥用寄生线将紫罗兰像个提线木偶一样拎了起来，然后又控制不远处的雷贝卡。雷贝卡在明哥的操控下拿起了自己的大宝剑，一步一步走向紫罗兰。明哥绝对不会让紫罗兰活命，但是杀人诛心，不仅让紫罗兰死，还要让和紫罗兰关系最好的亲人雷贝卡将他杀死，一石二鸟。此时距离鸟笼完全闭合的时间还剩下60秒，而距离路飞苏醒的时间也剩下60秒。现在国民最需要的就是士气。竞技场解说哥爬到高处，拿出解说员的气势，拼命的给国民打气。德雷斯罗萨在黑暗中艰难度过了10年的时间，终于在这一天迎来了国民英雄，一个让德雷斯罗萨重新燃起希望的人。他在斗云竞技场上大放异彩，降服了世人畏惧的杀人斗牛，一击秒杀了巨人战士，击败了传说级人物8宝水军，追之青椒，让整个德雷斯罗萨都为之沸腾。前任国王利库王亲自给予他高度赞誉，他就是竞技场英雄露西，真实的身份是海贼草帽路飞。在与多弗朗明哥的生死对决中，险些将多弗朗明哥逼入绝境。虽然他已经重伤倒下了，但是一切并没有结束。欢呼吧，德雷斯罗萨！因为路飞曾许下诺言，待他再次苏醒，必将一击干倒多弗朗明哥。国民们听得一愣一愣的，多数人持着怀疑的态度。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有人打败多弗朗明哥？少部分人看到过路飞在竞技场的表现，纷纷表示这个人实力不俗，可以信赖。而短暂的沉默之后，国民们突然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解说哥咽了一口唾沫，勇敢的大骂多弗朗明哥：“你这个冒牌国王，今天就是你的处刑日！”竞技场英雄露西马上就要复活了，大家只要坚持到那个时候，这个国家就可以得救了。大家一起呼唤巨星的名字：露西，露西！国民们的欢呼声更高，成功被解说哥带起了气氛。呼喊露西名字的声音一浪盖过一浪，震彻整个德雷斯罗萨。多弗朗明哥实在是看不下去了，老子还没死呢，当我不存在吗？小嘴巴巴的，挺能说呀，老子给你一刀！明哥驱动一朵白线，直接刺穿了解说哥的肚子，然后控制雷贝卡举起大宝剑，奔跑着冲向紫罗兰。雷贝卡失声尖叫，绝望到狂飙眼泪。闭上眼睛，雷贝卡，就当作是一场噩梦，你什么都没有做错，忘掉这些。紫罗兰一边流泪，一边安慰着自己的侄女。明哥驱动雷贝卡奔跑到紫罗兰的身边，手中的大宝剑已经举过头顶，一道刀光，大宝剑向着紫罗兰的脑袋直直的落了下去。砰的一声，雷贝卡的大宝剑断成2截，紫罗兰被罗置换到了其他地方。站在雷贝卡眼前扛下他一刀的就是被罗及时置换过来的路飞。路飞转过头，狠狠瞪着明哥：“你完蛋了！”解说哥提着一口气，拿起大喇叭喊道：“是露西，他来了！”
国民们一顿欢呼，他们终于有了活下去的希望，终于在有生之年能够看到有人一招 KO 多弗朗明哥了。明哥嘿嘿一笑，有个卵用，只不过是稍微恢复了霸气而已。路飞喘着粗气说道：“你也好不到哪儿去，海员白波。”明哥没有和路飞多废话，直接将整个城镇变成了一片陷海。路飞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就被白线抓住了双手。接着明哥驱动白线变成千万根钢针，对准了路飞的胸口，千剑穿心，羽极限，千万根钢针刺向路飞。路飞武装色将自己保护起来，钢针如拳头一样冲击着路飞的身体。这种连续重击，就算有武装色，依旧被打出内伤。路飞吐出一口血，还没等他缓一口气，一撮白线又冲击过来，将路飞怼进岩石堆里。解说哥感到有些绝望，路飞受伤太重了，恐怕抵不过明哥。全国人的希望啊，难道要再次破灭？虚弱的路飞中了明哥的寄生线，被明哥操控着慢慢走出来。明哥的野心就是要操控所有人，这样的目的让路飞大为恼火。路飞启动4档挣脱了寄生线，然后跳上空中。明哥，不管是什么东西，你都要捏在手里，简直让我喘不过气来。我一定要打飞你，然后从这里出去。大元王枪。明哥这边也使出了自己的大招，16发神圣胸弹，配合自己最强的防御蛛网枪，正面硬刚路飞。老子就不信你这一招有多厉害！两人大招对撞，几乎波及到了德雷斯罗萨方圆100里的海域。两人经过漫长的僵持，路飞突然发力，大元王枪折断了明哥的线线钢针，击碎了明哥的蛛网枪，一拳打在明哥的身上，甚至打飞了明哥的眼镜，将明哥一击必杀。明哥在德雷斯罗萨10年的黑暗统治至此宣告终结。雷贝卡和紫罗兰看着拼了命的路飞，发自内心的流出眼泪。在多弗朗明哥那里，两个人都曾受过巨大的屈辱和痛苦，没想到居然有朝一日能从多弗朗明哥的手里解脱出来。解说哥忍着身上的剧痛，拿起广播大喊：“所有德雷斯罗萨的居民，快看天上！”众人看向上空，鸟笼正在慢慢的消失，多弗朗明哥的黑暗时代也随之消失了。德雷斯罗萨自由了。回想起10年前，多弗朗明哥率领唐尼克的家族来到德雷斯罗萨的那个夜晚，黑暗与恐怖在这片土地上蔓延开来。如今一切都已成为了过去，自由与光芒重现在这个国家。厉狂的眼中也积满了泪水，解说哥激动的语无伦次，说不出话来。在千万国民的期待中，解说哥强忍着心中的激动，喊出了这场生死竞技赛的结果。在多弗朗明哥 vs 露西的这场战斗中，最终胜利的是露西。全民欢呼，喜气洋洋，国民们已经好久没有觉得如此畅快了。大战结束，乌云破晓，打败了巴基斯的萨博带着极为喜悦的心情向城内走去。巴基斯在身后将他叫住：“你想听一听艾斯死前说了什么吗？别告诉我弟弟这种蠢话居然能说出来。”火拳艾斯被处刑当天会告知天下，海军120%利用了火拳的性命。别说了，萨博一爪抓住了巴基斯的头部。巴基斯想用当年赤犬的那招，故意发表危险言论激怒对手，让对手乱了分寸，再伺机行动。巴基斯在身后藏了一把匕首，悄悄接近萨博，接着一刀刺过去。萨博早已看透巴基斯的小主意，而且巴基斯对艾斯的侮辱令萨博绝对不能忍受，转过身就给了巴基斯一招火拳，熊熊烈火瞬间将巴基斯吞没。战斗结束了，海军们日常开始了善后工作，将唐吉诃德家族的干部以及下面的小喽啰全部缉拿逮捕。不过藤虎却不急着通报总部，将多弗朗明哥和他的党羽押送回去，而是特意安排了拍摄德雷斯罗萨的真实惨状。因为有线电话虫的覆盖范围有限，因此此次的网络直播仅传给了附近3个岛屿。藤虎通过这有限的信号，将明哥的一切恶行公布给了周围的国家。国民们围拢在利库王身边，恳求他继续做德雷斯罗萨的国王。利库王心中犹犹豫豫，海军大将藤虎走过来，因为多弗朗明哥是七武海的关系，所以才导致德雷斯罗萨这么久以来一直如此动荡，国民民不聊生。归根结底，就是世界政府一直在包庇七武海，所以才导致这些海贼为所欲为。藤虎率领手下们代表海军和世界政府一起向利库王下跪请罪。海军大将下跪，七武海天夜叉多弗朗明哥被人干掉，德雷斯罗萨重新立王，每一件事都是震惊世界的大新闻。很快，这些消息随着世界惊爆被迅速传播出去。居鲁士第一次以人类的样子站在小人族面前，他还是士兵的时候，是小人族反抗多弗朗明哥军队利库王军的队长，深受众人爱戴。如今大家看着已经恢复人形的居鲁士，激动地大哭起来。居鲁士宣布，对抗多弗朗明哥的战争结束了，利库王军就此解散。小人族哭成一片，齐声大喊：圣地玛丽乔亚海军本部元帅赤犬因为多弗朗明哥谎报自己退出七武海的事情，在这里大发雷霆。他气愤地说道：如果这种事总是发生，那自己这个海军元帅哪还有面子？吴老星直接回应赤犬：你的面子根本不值钱，别在那儿巴巴了。这时手下来报，手下将德雷斯罗萨的事情报告给了赤犬以及吴老星。众人听到后都愣了一下，随即吴老星表示很不爽，怎么又是极恶时代的路飞？有他的地方似乎就是麻烦不断。
明哥的倒台换来的不仅是德雷斯罗萨的和平，世界上很多国家因为失去了多弗朗明哥的武器供应而纷纷举手投降，世界上的犯罪率迅速下降，战争减少了一大半。同时，藤虎当街下跪的事情也被报告给了吴老星和赤犬。赤犬气不打一处，你当街下跪会造成什么影响，知道吗？藤虎根本不在乎，他在计划下一步更牛屁的事情，废除七武海。分散在世界各地的那些极恶时代的超新星们看到了关于德雷斯罗萨的报道，都表示很吃惊，然后各自开始蠢蠢欲动，准备搞事情了。我是节目君，咱们下期见。